不舒服提名是怎么来的？从诚意案例聊聊饭圈的平行评价系统。停一下，这事儿要是发生在韩国，粉丝最多发个声明就结束了。在好莱坞，可能连声明都懒得发。但在中国互联网，粉丝会熬夜做出一整份带封面、带提名词、带海报、设计感不输官方的影子名单。各位好，今天这期我想从一个有点冷的角度切进来，聊一个我观察了好几年，越想越觉得有意思的现象——中国饭圈的影子名单。最近的导火索是围绕诚意的一轮不舒服提名讨论，但今天这期不是为他一个人做的，他只是这期里的一个 case。真正想聊的是更大的那件事，为什么独在中国互联网，粉丝会做这种事？行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先说大家都看到的那一层。每到颁奖季前后，白玉兰、金鹰、飞天这种大型奖项公布提名之后，微博、小红书、B 站上就会出现一波统一动作，粉丝自己做一份应该被提名的榜单。这种榜单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，叫不舒服提名，意思是看了官方名单，我不舒服，所以我自己做一份让我舒服的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些榜单的做工真的不是闹着玩。海报是设计师粉丝出的，提名词是文案粉丝写的，数据是数据粉丝整理的，播放量、豆瓣分、热度指数、社交话题量，样样齐全。你拿出来跟官方提名海报放一起，普通人分不清哪个是官方的。这次围绕诚意的这一轮，主要是因为他过去2年作品体量不小，莲花楼、沉香如屑在播出期间口碑和讨论度都不低，粉丝认为他至少应该出现在某些奖项的提名讨论里，结果没有。于是熟悉的剧本又上演了，几个大粉牵头，一夜之间，一整套影子提名出炉。到这里，你看到的就是这样。表面上，这就是一群输不起的粉丝在跟官方较劲，但你要是只看到这一层，就太亏了。媒体一般不会告诉你的是，这事儿真不是这2年才有的。凭印象说啊，你别太当真，但只要你回头去翻这10年的颁奖季，几乎每一年，每一波热剧之后，都能找到对应的民间版提名。早一些的时候，他还没有不舒服提名这个统一叫法，有人叫民间版，有人叫粉丝心目中的提名，有人就直接叫该提没提的名单。叫法不一样，本质一样。哦，对了，我得插一句，这种行为它真正成规模，其实跟微博这种社交平台的成熟是同步的。平台成熟之后，饭圈才有了集体出物料的技术条件。在那之前，粉丝不是不想做，是没工具做。行，拉回来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一个延续了很多年的传统，不是哪一个粉丝群体的特殊行为，而是中国互联网饭圈一种结构性的、周期性的、几乎跟奖项季同步的文化生产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我认识的一个老粉跟我聊过，他说他最早做民间提名的时候还在上大学，熬了2个通宵做了一份 PDF 发到豆瓣小组，结果第2天小组里好多人都在转。他说他那一刻第一次觉得，原来我不是一个人觉得不公平。这句话我先放在这儿，后面会回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往下挖一层。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？因为中国娱乐圈一直存在2套并行的评价系统。第一套，我叫它体制内系统，白玉兰、金鹰、飞天为代表的主流奖项。它的评价逻辑是题材正统性加体制资源加评委构成加平台话语权。简单说，这套系统天然偏向主旋律、年代戏、英模剧、严肃文学改编，以及电视台体系内的资源分配。第二套，叫它市场系统，豆瓣评分、播放量、微博话题、B 站二创、小红书自来水。它的评价逻辑是观众真实反馈加网络传播力加大众审美共识。这套系统天然偏向类型化创新、网感强的剧，能引发集体讨论的剧。这2套系统本来是互补的，一个负责评价文化价值，一个负责评价市场价值，各干各的，没毛病。问题出在哪？
问题出在，主流媒体在做行业判断的时候，基本只用第一套系统作为标准。报道年度优秀演员，看的是体制内奖项的提名；评价演员段位，看的是入围名单。第二套系统里的所有信号、播放数据、观众口碑、社交热度，在主流叙事里经常被默认为不算数。翻译成人话就是市场系统的赢家，在体制系统里经常是隐形的，而绝大多数粉丝恰恰生活在第二套系统里。他们每天看豆瓣、刷微博、混小红书、追 B 站，他们的偶像在他们的世界里是发光的，结果一到颁奖季，主流媒体告诉他们，你们的偶像不存在。这种感受，这种我看到的东西在另一个世界里被宣布为不存在的感受，才是影子名单真正的起点。它本质上不是粉丝在跟奖项较劲，它是第二套评价系统在用自己的方式争取被看见的权利。这是一种文化抵抗。说重一点，这是中国互联网生态里少有的，由用户自下而上发起的、有组织的、可持续的评价权之争。我承认，这个判断、这个解读、这个角度，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完整想清楚的。如果有错，评论区指正。但你顺着这个思路再去看每一年的不舒服提名，你会发现，几乎每一份都对应着一种市场认可但体制忽略的演员类型。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诚意了，把它放回这张大图里看，你会发现它的位置其实非常清晰，它是一个典型的第二套系统赢家。莲花楼里莲花这个角色，在那一档古装男主里，气韵、克制感、病弱感的层次处理是有辨识度的。市场反馈这边，豆瓣分数稳得住，微博讨论度一直没掉， B 站二创量也跟得上。这些都是第二套系统给出的真实分数，具体的数字你可以自己去搜，我这里就不背了，但大方向是这样。作为他的粉丝，我当然希望他能得到第一套系统的认可。但客观来说，第一套系统的评价逻辑，对古装类型剧，对相对年轻的演员，对没有体制资源加持的项目，一直就是偏冷的。这不是诚意的问题，是整个古装赛道在体制内评价系统里的位置问题。在那个评价框架下，任何在古装赛道深耕的演员都很难发挥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情况不是个人能左右的。而且我想说一个我觉得很多人没注意到的点，30岁对一个内地男演员来说，其实才刚刚走到主流奖项门见期的起点。你回头看这些年内地拿到主流奖项认可的男演员，大部分都不是20几岁就拿到的，而是30出头甚至30多岁，靠一两部分量很重的作品慢慢走到那个位置上的。这个赛道本来就是慢的，它有它自己的节奏，你急不来，粉丝也不该被这个节奏绑架到焦虑里。诚意现在这个年纪，放在内地男演员的历史曲线里是正常的，是有充足空间的。凭印象说啊，你别太当真，但我倾向于认为，他完全没必要为了拿第一套系统的入场券，去改变自己现在在第二套系统里已经验证成功的路径。他要做的是继续做后作品，等时间，走的是大棋，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格局。这一步是长远布局。而粉丝做的不舒服提名，在我今天聊完这个文化背景之后，你回头再看，它就不是闹，它是第二套系统里的用户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看到的演员盖章。这一盖可能比某些奖项的提名更接近观众真实记忆。回到我开头那个问题，为什么独在中国互联网，粉丝会做这种事？我现在的答案是这样的，因为只有在中国，3个条件同时成立。第一，微博、小红书、B 站这种集体内容生产工具足够发达，粉丝有手段。第二，饭圈高度组织化，有数据组、文案组、设计组的分工，粉丝有能力。第三，体制评价系统和市场评价系统的落差大到肉眼可见，粉丝有动力。工具加组织加落差，三者合一。所以影子名单这个东西真的只能在中国互联网开花。它不漂亮，有时候也确实情绪化，我承认。
但它是一份民间档案。它记录的是，在主流话语之外，还有这样一群观众，认真的看过一些剧，认真的觉得某些演员值得被记住，然后认真的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件事写下来。时间会证明的，慢牛行情从来不是靠一次冲刺。对程毅这样的演员，对喜欢程毅的粉丝，这种坚持值得被看见。懂他的人会懂，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你，你做过影子名单吗？或者你转发过、收藏过，被哪一份打动过吗？评论区告诉我是哪一份，是给谁做的。我想看看这些年里大家心里都给谁盖过那个民间的章。我们下期见。